我常常被人问到一个问题，老师，我最近总是在凌晨3、4点钟醒过来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？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我都会笑一笑，然后告诉他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好事。对方通常会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觉得我在说笑话，怎么可能是好事呢？睡不好觉，第二天精神不济，上班没力气，这明明是很痛苦的事情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的人，太多的事。凌晨3点到5点自然醒来的人，真的不是失眠，而是你的财库要开了。你听到这里可能觉得我在讲迷信财库，什么财库？凌晨醒来跟发财有什么关系？这也太悬了吧！不急，你听我慢慢讲，等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，这是老祖宗几千年观察天地规律总结出来的大智慧。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不知道，而是知道了不相信，相信了不去做。很多人凌晨醒来，第一反应就是焦虑，完了，我又失眠了，明天还要工作，睡不好怎么办？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然后呢，越想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越焦虑。有的人干脆拿起手机来刷到5、6点，闹钟响了，迷迷糊糊爬起来，一整天浑浑噩噩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些人去医院挂号，医生说是失眠症，开了一堆安眠药，吃了药是睡着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可能正在亲手关闭上天给你打开的那扇财富之门。你看，这就是不懂天道的代价。要理解凌晨3点到5点的特殊意义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，就是12时辰。古人把一天分为12个时辰，每个时辰对应2个小时。凌晨3点到5点叫做寅时，寅在12地支中排第3位，对应的生肖是老虎。老虎是什么？是百兽之王，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。但这只是表面的意思，更深层的含义藏在这个寅字里面。我常常跟学生说，你要理解中华文化，就要从汉字的构造去看。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，都藏着老祖宗的智慧。寅这个字，你去看甲骨文的写法，是一个双手恭敬捧着东西的形状。什么意思？寅有恭敬、敬畏、迎接的意思。迎接什么？迎接新的一天，迎接阳气的生发，迎接天地给你的能量和机会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，对寅的解释是这样的：寅，兵也，正月，阳气动，去黄泉，欲上出，阴上强，象非不达，兵于下也。这段话翻译成白话，就是寅时是阳气开始萌动的时候，阳气想要从地下冲出来，但是阴气还很强，所以被压在下面，像一个人恭敬地等待着，准备着。你看，老祖宗早就观察到了，寅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，这是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，是旧的一天结束，新的一天开始的转折点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寅时对应的是肺经当令。什么叫当令？就是这个时间段，肺经的气血最旺盛，肺脏的功能最活跃。肺主什么？肺主气，主呼吸，主一身之气的运行。一个人如果肺气不足，说话没力气，做事没精神，整个人都是软绵绵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肺在五行中属金。金是什么？金就是财富。古人说金银财宝。为什么金排在第一位？因为在五行当中，
金代表的就是收获、收敛、财富。你看秋天属金，秋天是什么季节？是收获的季节。农民忙了一整年，到了秋天才能收割庄稼，把粮食收进仓库。这就是金的特性，收获。聚敛藏起来，肺属金，肺金在寅时当令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凌晨3点到5点是天地间财富能量最活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能在这个时间自然醒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身体和天地的节律产生了共振。我常常讲，天人合一不是一句空话。人是小宇宙，天地是大宇宙。小宇宙和大宇宙是相通的。大宇宙有什么变化，小宇宙一定会有感应，就像收音机一样，你调对了频道就能接收到信号。你在寅时醒来，就是你的身体调对了频道，接收到了天地的信号。你的肺气足了，你的精气旺了，你接收宇宙财富能量的天线打开了，这是好事，是大好事。可惜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反而把它当成失眠，当成病，吃药打针，拼命想把这个天线关掉。结果呢，财富的门刚要打开，你自己给关上了。那什么是财库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。有的人一辈子辛辛苦苦，起早贪黑，却总是存不住钱，赚多少花多少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有的人看起来没那么拼命，但财运就是好，钱财总是往他身边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是老天爷不公平吗？不是的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。问题出在财库上，每个人命中都有一个财库，这是你这一生能够拥有财富的上限。但这个财库不是一开始就全部打开的，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才会开启。财库没开的人，就像一个漏水的桶，你拼命往里面灌水，可是底下有洞，灌多少漏多少，永远装不满。财库打开的人，就像一个完好的容器，水流进来就留住了，越积越多。那财库什么时候会开？这就牵涉到天时了。易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君子以顺天修命。什么意思？君子要顺应天时，把握机会。天时不是迷信，是天地运行的规律。春天播种，夏天生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这就是天时。你不能在冬天播种，也不能在春天收割，违背天时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财运也是一样的，你的财库什么时候开？是有天时的。凌晨3点到5点醒来，就是天地给你的一个信号，告诉你时机到了，你的财库要开了。可惜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天时来了，不仅不把握，反而嫌他打扰了自己睡觉。就像财神爷来敲你的门，你太困了，不想起来开门，财神爷敲了几次没人应就走了，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不知道，你想想看，这有多可惜。你可能会问，老师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寅时醒来啊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问得好。如果这只是单纯的失眠，为什么时间会这么固定？为什么不是凌晨1点醒，不是凌晨2点醒，偏偏是3点到5点？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。你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醒来，绝不是巧合，而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是你的气足了。中医讲，人体有气血，气是能量，血是物质。气推动血运行，血滋氧气充盈。一个人如果气不足，
就会昏昏沉沉，睡多少都睡不够。但如果气足了，特别是肺气充盈了，就会在肺经当令的寅时自然醒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身体状态其实不错，你不是病了，而是能量满了。就像手机充满电会自动断电一样，你的能量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饱和点。第二个原因是你的运势要转了。一个人的运势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易经讲变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，穷不会永远穷，富也不会永远富，一切都在变。当你开始频繁在寅时醒来，可能意味着你的运势正在发生转变。我常常说，运势要变的时候，身体会先有感应，因为人是小宇宙，和大宇宙是相通的。大宇宙的能量变了，小宇宙一定会有反应。寅时醒来就是你的身体在感应运势的转变。第三个原因是你和财富的频率对上了。前面说过，寅时是金气最旺的时候，金代表财富，你能在这个时候醒来，说明你的频率和财富的频率产生了共振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就像你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你们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默契，你和财富之间的缘分到了，你们要相遇了，接下来就看你怎么把握了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说一个让人很痛心的现象。很多人凌晨醒来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抱怨，怎么又醒了？烦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肯定是压力太大了，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？然后呢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开始焦虑，开始胡思乱想。有的人干脆拿起手机来看，一看就是1-2个小时，到了5、6点勉强眯一会儿，闹钟响了，爬起来上班，一整天昏昏沉沉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蠢的做法。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，你对待凌晨醒来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不能接住上天给你的财富。从能量的角度来讲，抱怨是一种非常低频的能量。你一抱怨，你的频率马上就降下来了。本来你和财富的频率对上了，门都要打开了，结果你一抱怨，频率一降，门又关上了。财神爷心想，算了，这个人不欢迎我，我走吧，就这么简单。财富是有灵性的，他喜欢去让他感到舒服的地方。你天天抱怨，负能量满满，财富怎么可能往你身边来？还有更糟糕的，就是去看医生吃安眠药，吃了药倒是睡着了，可是那个自然的能力也被压制了。就像你的身体本来装了一个财富雷达，在特定的时间能接收到财富的信号，结果你嫌这个雷达太吵，直接把它关掉，以后财富的信号再怎么强，你也收不到了。西医治标，中医治本，但最高明的医生是你自己。你的身体比任何医生都懂你自己，他发出的信号你要学会解读，而不是粗暴的压制。想想看，当你在抱怨的时候，有些人却在欣然接受这个信号。他们凌晨醒来，不焦虑，不抱怨，他们知道这是好兆头，于是心怀感恩，利用这段时间静心思考规划。结果呢，他们的财库越开越大，财运越来越好。而你呢，天天抱怨，天天焦虑，财运越来越差。同样是凌晨醒来，差距就是这么大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寅时醒来呢？首先要调整心态，心态决定状态，状态决定结果。从今天起，当你凌晨3点到5点醒来的时候，请告诉自己，这是好事，我的财库要开了，不要抱怨，不要焦虑，不要急着睡回去。
先深呼吸几下，感受一下这个特殊时刻的能量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心态转变之后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。其次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静坐调息。寅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，肺主气，主呼吸。这个时间做呼吸练习，静坐调息，效果是平时的好几倍。你可以平躺在床上，或者坐起来，也可以闭上眼睛放松身体，慢慢的深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想象一道金色的光芒从头顶进入你的身体。呼气的时候，想象所有的浊气从脚底排出去，持续做5到10分钟。这个过程就是在接收天地给你的财富能量，同时排出你身体里的负面能量。呼吸是人和天地沟通的桥梁。你认真呼吸的时候，就是在和天地沟通，在接收宇宙的能量。第三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思考和规划。寅时醒来的时候，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。这个时候思考问题，规划未来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，他们利用清晨的时间思考规划，在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已经把一天的事情安排好了。你凌晨醒来，不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吗？想一想你的事业规划，想一想你的财务目标，想一想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很多赚钱的点子，好的创意，都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的。灵感是上天给你的礼物，但你要有空间去接收。凌晨3点到5点，万籁俱寂，没有任何干扰，没有工作的压力，正是接收灵感的最佳时机。第四，要学会感恩。感恩是一种非常高频的能量。当你心怀感恩的时候，你的频率会提升，你会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。凌晨醒来的时候，试着感恩，感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感恩自己能够感应到天地的信号，感恩上天给自己打开财库的机会，感恩生命中的一切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真心感恩的时候，心里会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是你和宇宙连结的感觉。感恩的人运气不会差。第五，不要强迫自己睡回去。很多人凌晨醒来，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睡回去，翻来覆去，越想睡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越焦虑。其实大可不必。如果你做完静坐，思考完问题还是睡不着，那就起来吧。可以看看书，写写东西，或者干脆起来做点轻柔的活动，身体自然醒了，说明他现在不需要睡眠。你强迫他睡，反而是违背自然。顺其自然是最高的智慧，不用担心睡眠不够。实际上，当你的气足了，你对睡眠的需求会减少。很多修行的人每天只睡几个小时，精力却非常充沛。财库开启之后，你需要做些什么呢？首先要准备好接财的容器。我常常打一个比方，财富就像水，你必须有一个容器去接，容器越大，接的水越多。如果你连容器都没有，水流过来也留不住。什么是接财的容器？就是你的能力、你的格局、你的德行。财库要开了，这是好事，但你要同时修炼自己，让自己有能力去承接这份财富。如果你的容器太小，财富来了也留不住，很快就会流走。所以在财库开启的同时，你要做的是提升能力，学习新技能，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要扩大格局，多读书，多思考，
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流，要修炼德行，做一个善良、正直、有担当的人。其次，要抓住机会。财库开了，意味着机会要来了，但机会不会自己跑到你手里，你需要主动去抓。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。从现在起，睁大眼睛，留意身边的机会，可能是一个新的项目，可能是一次重要的会面，可能是一个合作的点子。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不要犹豫，果断行动。易经里面说，君子胀气于身，待时而动。你已经等到了时机，寅时醒来就是信号，现在要做的就是行动。第三，要广结善缘。财富从哪里来？从人那里来。没有人会把钱给一个他讨厌的人，所以财库要开的时候，你更要注意广结善缘，对人真诚，乐于助人，不计较小利。你帮助的人越多，帮助你的人就越多，这就是因果，这就是能量的循环。你给出去的善意，迟早会以财富的形式回到你身边。第四，要保持低调。易经谦卦里面说，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。真正的君子是谦虚低调的。财库要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张扬，不要到处炫耀。为什么？因为木秀于林，风必吹之。你太招摇了，会招来嫉妒和小人。而且从能量的角度讲，炫耀是一种泄的行为，会把你的财气泄掉，闷声发大财才是真本事。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财库在开，但不需要告诉别人，默默的积累，默默的成长，等到时机成熟，自然会一鸣惊人。第五，要持续修行。财库开了，不代表永远开着。如果你德行不够，能量不足，财库可能会再次关闭。所以你需要持续修行，保持自己的高频状态。每天早起，坚持静坐，多做好事，远离负能量，这些都是养财的方法。财富是养出来的，不是抢出来的。你把自己养好了，财富自然会源源不断的来到你身边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财富的理解。财这个字，你仔细看看，左边是贝，代表钱财，右边是财，代表才能。什么意思？钱财是跟着才能走的，你有才能，钱财自然会来。你没有才能，就算钱来了也留不住。所以与其整天想着怎么赚钱，不如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才能。还有一句话我经常跟学生讲，厚德载物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什么意思？你的德行要配得上你的财富。如果你的德行不够，却拥有了大量财富，这个财富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幸福，反而会给你带来灾难。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，一夜暴富的人最后倾家荡产，中了彩票的人几年后比中奖前还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德行承载不了那么多财富。所以财库要开的时候，首先要问问自己，我的德行够不够？不够就先修德，德修好了，财自然就来了。易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舍得。舍是给出去，得是收回来，先舍后得，大舍大得，小舍小得，不舍不得。财富是流动的，你让它流动起来，它才会越来越多。很多人之所以财运不好，就是因为太抠门了，什么都不舍得给，结果呢，财富的通道被堵住了，新的财富进不来。当你的财库要开的时候，试着去舍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投资自己的成长，把钱花在有价值的地方。你舍出去的会以更多的形式回到你身边，除了银石之外，
其他时辰醒来也有不同的含义。我顺便跟大家讲一讲，如果你经常在子时醒来，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说明你的胆气比较弱，胆主决断。胆气弱的人做事容易犹豫不决，瞻前顾后，建议少熬夜，早睡觉，让胆得到休息。同时在生活中锻炼自己的决断力。如果你经常在丑时醒来，就是凌晨1点到3点，说明你的肝可能有问题。肝主情绪，如果你经常生气、郁闷、焦虑，肝就会受损，就容易在丑时醒来。建议调节情绪，少生气，多运动，让肝气疏泄通畅。如果你在卯时醒来，就是凌晨5点到7点，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卯时是日出的时间，阳气生发，天亮了，人自然就醒了。这个时间醒来，说明你的身体和天地的节律是吻合的，是健康的表现。不妨起床活动，迎接新的一天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凌晨3点到5点是寅时，肺经当令，精气最旺，这是财富能量最活跃的时候。你能在这个时候自然醒来，说明你的频率和财富频率产生了共振，你的财库要开了。不要抱怨，不要焦虑，不要吃药压制，这些都是在关闭你的财富之门。正确的做法是调整心态，静坐接收能量，思考规划，心怀感恩，这样才能真正接住上天给你的财富。财库开了之后，要提升能力，广结善缘，保持低调，持续修行，让财富持续增长。我们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，可惜很多人把老祖宗的智慧给丢了。我常常觉得很可惜，这么好的东西就放在那里，大家不去学，不去用，反而去相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易经是群经之首，是中华文化的源头。它不是算命的书，而是讲天地运行规律的书。你把易经读懂了，很多事情就通了。凌晨3点到5点醒来，这件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它背后蕴含的是天人合一的大道理。你的身体和天地是相通的，天地给你发信号，你要学会接收，学会解读，不要把好事当成坏事，不要把机会当成灾难。下次你凌晨醒来的时候，不要再抱怨了，深呼吸，感受这个特殊时刻的能量，告诉自己我的财库要开了，然后带着这份觉知，用心去接收，用行动去把握，顺应天道，财富自来。